好，各位媒体朋友哦，那有关于中国禁止人民到台湾来做自由行的旅游哦，那我有下面几点看法哈、那么，其实，在几个月前哦，我们在内部讨论的时候，我已经告诉我们的行政部门要做好准备。主要的是因为我们总体经济的稳定，哈，还有持续的成长，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这个下半年的民间消费的情况，哈。所以我也请他们对观光旅游，尤其是国民旅游的部分呢，能够做好准备。那么同时，我也告诉他们啊。在选举即将来临的时候哦，我们在过去的经验里面也显示出来，中国方面会以限制观光客的方法做一些政治上的操作哈，所以我们也请了行政部门做好万全的准备好。那我们很感谢今天行政院跟交通部在第一个时间就把他们预先做好的规划那能够提出来那么在今天的院会里面进行讨论那今天的行政院会后会向社会来报告这一套扩大国民旅游的方案，那么同时也会研议放宽军公教国旅卡的使用等等的多项的方案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增加我们的消费那扩大内需。那我要在这里再跟各位报告这几年来我们努力的开发国际观光客的客源，那观光客的人数其实是持续在上升的去年底已经达到了1100万的旅客这是历史的新高。那我们对中国的观光客的依赖也相对的在降低那外国旅客的来源也更加的多元均衡那么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整个产业的更在结构上能够更健康那也能够抗拒政治的这种操作所以我们的持续提出来的这些方案目标就是要让我们的客源能够更多元均衡，扩大内需，增加消费。那么同时也会协助我们观光产业里面，尤其是中小型的业者，能够持续的存续，能够升级，也能够转型。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第二点呢，我想指出来的就是说中国在这个时候做的这个决策，其实是一个战略上很大的一个错误那我在台湾各地都看到很多来自中国的年轻人那他们其实都非常的感觉到能够有机会来台湾走走看看，那么来亲身体验台湾的风土人情，还有自由的这种风气，还有没有网络的限制，没有社会的监控的这种自由的民主的生活方式那我觉得他们在这里都显得特别的活泼那这种来自由行，年轻人来自由行，其实也是中国的年轻人认识台湾最好的方法，也是两岸人民交流里面最自然、最真诚的部分现在这些年轻人的权利被剥夺，我们是觉得非常的不舍那也有一些评论说这种做法是精准打击民进党的要害但是事实上我们觉得这样的做法，它所影响的其实是不分蓝绿县市、不分党派的业者所以我要告诉北京当局，中国把观光客当作是一个政治的工具，只会让台湾人反感。观光不应该被政治化，政治化的观光也不会稳定的发展。那么今天呢，我还要另外向各位说明一下，这段时间以来中国在台海以及周边地区的空域跟水域的军事的行动以及演习那么表达我的看法那么台湾只要进入到选举季，中国的文攻武吓就一定会加强力道那么这几天中国在区域周边进行了多项
有规模的军事演习哦，造成区域间相当的紧张哦。今天早上在香港情势最紧张的时刻哦，驻香港的解放军部队更公布了演习的画面哦，来恫吓香港的居民。这些在区域跟台海的军事的动作，不论是骚扰周边国家的空域，或者是海域，还是扩大军事演习的这些规模哦，都已经造成各国的困扰，引发的区域内的不安，更升高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这是不聪明的做法，更是不负责任的行为。那么，作为区域的一员，台湾对于区域的和平跟稳定，肩负了一定的责任。那我也要告诉大家。对于中国的各项的军事的动态，我们都有全面的掌握。那我们的国军也有万全的准备，绝对可以捍卫我们的国家跟我们的主权。所以，在面对种种的威胁或者是挑战的时候，我要在这里呼吁，这是我们团结的时刻啊。那主计处在昨天公布了新的一季的经济成长的数值哦，那么台湾在第2季是4小龙里面表现最好的，那我们也预期这样的好的表现会在今年的下半年持续的维持，那这是我们过去几年大家共同一起努力的结果啊，因为我们在过去几年打下了基础，在身处这个国际变局的时候，我们还是有能力持续的让我们的经济稳定的成长哈。那么另外呢，香港的经验历历在目啊，面对打压，选择屈服，最后只是让我们失去一切哈。所以中国禁止自由行威胁的是台湾，受到伤害的是渴望自由行的中国的年轻人。那么中国的军事威胁对象是全体的台湾人，冲击的是区域的和平、稳定跟安全。那所以我们应该要领悟到，自己的国家的命运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不是在别人的手上。台湾派或者是中华民国派都应该团结起来，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年轻人的未来，我们也做好准备。任何打压台湾的人，或者任何打压台湾的这种威胁我们都一定可以克服，也一定让台湾会更强、更好。谢谢。